国土面积还会变化。中国国土面积为何是约960万平方公里？我国是亚洲面积最大的国家，北与蒙古国、俄罗斯接壤，西邻中亚各斯坦国，西南则是印度、巴基斯坦、缅甸、越南等南亚、东南亚国家。在千百年的发展历程当中，我国的领土改变还是比较大的。在国家羸弱的时期，确实丧失了不少，但后来通过国家的努力，有一些已经成功回归。当谈到国家版图时，你会发现中国的国土面积并非固定，而是约960万平方公里。这说明咱们的国土面积还会发生变化。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国土面积还会变化。据统计资料显示，1975年时，渤海湾的疆域广达约11025平方公里，2015年其面积已缩减至9016平方公里，40年间近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悄然消逝，这相当于3个新加坡的国土面积不翼而飞。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则是黄河每年携带着数十亿吨的泥沙奔腾入海，于河口处缓缓沉积，塑造出辽阔的三角洲地带。与此同时，渤海湾周边地区的填海造陆活动亦如火如荼，为了拓展港口、发展水产养殖及房地产项目，推土机轰鸣着将沙石填入海中，将蔚蓝的海域一点点转化为坚实的陆地。天津港的扩建、曹妃甸工业区的崛起，无疑不是填海造陆的壮举。面对广袤的盐碱荒地，一项名为渤海粮仓的宏大工程应运而生。通过种植耐盐碱的碱蓬草，不仅疏松了土壤，还有效降低了盐分，使得曾经的不毛之地焕发了生机，变成了肥沃的良田。仅在东营一地，该工程的实施面积就高达 43.3 万亩，占据了山东省总实施面积的近半壁江山。这不仅是国土面积的简单增加，更是对土地资源的深度挖掘与高效利用，实现了土地价值的质的飞跃。而在开发的同时，我们亦不忘守护黄河三角洲这片我国保存最为完好、最为年轻的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是众多鸟类的栖息乐园。已发现的鸟类种类多达367种，占全国总数的1/5以上。水中更孕育着超过640种的水生生物，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生态圈。保护这片湿地，虽不直接增加国土面积，却维系着生态的微妙平衡，影响着泥沙淤积与海岸侵蚀的自然进程。这是一种更为深邃的智慧，是对国土健康的深情呵护。因此，当我们再次审视约960万平方公里这一数字时，心中涌动的情感已截然不同。这个看似模糊的约字，实则蕴含着测量的精确与自然的变迁，更记录着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开发、改造与守护的深刻印记。2. 国土面积会发生明显变化吗？理论上，通过填海造陆与泥沙沉积来扩充国土面积并非天方夜谭，但实际操作起来，其难度堪比攀登珠峰，即便成功，也不过是杯水车薪，难以形成规模效应。更实际且稳妥的方式，或许在于通过国际谈判调整边界线。国与国之间的疆界并非一成不变，历史上不乏通过和平协商重新划定边界的先例。如2004年，中国与俄罗斯签署边界协议，中国得以收回黑瞎子岛西部约171平方公里的领土。2011年，中国与塔吉克斯坦就帕米尔高原的边界问题达成一致，中国又收回了约1158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些变动虽为国土面积带来了正向增量，但累计起来也不过1000余平方公里，远不及北京一个朝阳区的面积。对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庞大基数而言，不过是沧海一粟。而且这种增长完全依赖于谈判成果，非一国之力所能左右，更不可能大规模实现。在全球范围内，边界问题大多已尘埃落定，想通过谈判意外获得土地，其难度不亚于中大奖。另外，自然沉积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却也在悄然改变着地貌。就像渤海湾的黄河入海口，长江、珠江的入海口也在不断堆积泥沙，逐渐形成新的滩涂和陆地。以长江三角洲的崇明岛为例，它每年都在以微小的速度扩张，但这样的增长速度实在太慢，一年仅增加几平方公里。要想让国土面积有显著变化，恐怕得等上数千年之久。更何况，并非所有沿海地区都具备沉积条件，而填海造陆算是最直接的增陆方式。除了渤海湾，中国在南海的南沙群岛也进行了填海造岛，比如梅济礁、永暑礁，通过填海扩大了陆地面积，改善了筑岛条件。但填海造陆面临双重掣肘，国际公约对填海范围有严格限制，
非领海区域严禁擅自开发，即便在领海内也需通过环保评估。此外，工程成本高昂，需大量填料并配套防浪堤、净化系统等设施，每造数平方公里陆地耗资可达数十亿，大规模开发难以实现。俄罗斯网友推算，外蒙古最终会回到中国，连远东一起归还，是真的吗？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领土辽阔的国家，而外蒙古与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在历史上都是我国固有领土，清朝末年却因种种原因被迫与中国分离。俄国人推算外蒙古与远东最终将回归中国，这是真的吗？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一、蒙古与远东的发展困局。蒙古位于我国的北方，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国土面积达 156.65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40万，其资源储备令人瞩目，煤矿、铜矿和金矿的储量均居世界前列。此外，蒙古还是全球第2大稀土资源国，这一战略资源极具价值，拥有如此丰富的资源，理论上蒙古应能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然而，过去的决策似乎对蒙古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例如，蒙古曾选择与北约结盟，这导致其与中俄的关系一度紧张，加之其本身工业基础薄弱，资源开采困难重重，再加上与中俄的关系紧张，即使资源被开采出来也难以运出，这无疑给蒙古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阻碍。俄罗斯远东地区位于欧亚大陆东北部，属于俄罗斯的亚洲部分，是俄罗斯通向太平洋的重要门户。西部与西伯利亚联邦区相连，东部和南部与美国的阿拉斯加以及日本隔海相望，北濒北冰洋，南与中国和朝鲜接壤，总面积约为 621.59 万平方公里，占俄罗斯面积的 36.4%， 拥有金、锡、铁矿石、石墨、煤、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煤炭探明储量为200亿吨，石油远景储量30至50多亿吨，天然气储量1万亿立方米。因极端的气候条件、人口稀少以及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这些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二、外蒙古和远东最终可能会回归中国吗？回首历史长河，外蒙古自清朝末年遭遇沙俄的侵略后，逐渐脱离了中国的掌控，其失落令人痛心疾首。曾经外蒙古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但在苏联的操纵之下，通过一场虚假的投票后宣布独立。如今即使中国日益强盛，但外蒙古与中国的联系仍然疏离，其独立后的民族认同根深蒂固，回归的意愿微乎其微。远东地区的情况更为错综复杂，该地区丰富的资源及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使其成为俄罗斯不可或缺的领土。尽管俄罗斯面临经济困境，但远东地区仍是他们的经济命脉，除非俄罗斯主动放弃，否则这片土地的回归几乎遥不可及。尽管有人憧憬通过经济合作来促进领土回归，但这种想法只是一种空想。领土主权是国家核心利益的体现，它不会因任何经济合作而受到影响。若中国希望有机会收复这些失地，必须全面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增强国际影响力。历史已经给我们上了深刻的一课，弱国难以在国际舞台上发声。如今中国的经济、科技、军事的全面发展，已为维护领土完整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未来领土回归或许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而是建立在国家强大基础上的可能。三、外蒙和远东回归的地缘发展意义。远东地区目前仍被视为俄罗斯的矿产资源储备地，尽管他们拥有丰富的资源，但开发能力却显得捉襟见肘。而外蒙古作为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战略缓冲地带，其发展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若想实现外蒙古的繁荣发展，中俄两国的支持与合作关系至关重要。若外蒙与远东能重归中国版图，这将为中国带来深远的地缘政治意义。首先，这将为中国带来更为广阔的土地与丰富的资源。外蒙古的稀土及煤炭储量居世界前列，而远东地区亦蕴藏着丰富的煤炭、油气及其他矿产资源。有了这些资源的加持，结合中国的强大基建能力和开发实力，必将为外蒙和远东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其次，这将有助于解决中国的地缘联系问题。当前，中国东西两端因外蒙古的隔离而难以直接相连。若外蒙古回归我国，将大大缩短从黑龙江至新疆的距离，而且远东回归也将减轻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的战略压力。中国将有能力从海参崴向南威慑至日本北海道，军机军舰亦可从楚科奇半岛直达阿拉斯加，深入美国腹地。最后，外蒙和远东的回归还将为开发贝加尔湖提供可能。贝加尔湖作为世界上储存淡水最大的湖泊，若能修建一条穿越外蒙古、连接中国华北和西北的运河管道，将为华北和西北地区注入大量淡水，滋润大片干旱土地，使中国拥有更多肥沃农田，为人口提供充足的粮食来源。未来10年，安徽省或将消失的7个县，有你的家乡吗？地处长三角的安徽省拥有14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和6123万的常住人口，2024年的地区生产总值达5.06万亿元。近期网上有着未来10年安徽省将有7个县消失的说法，这里的消失是指撤县设市或建区。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进一步融入省会都市圈的县。隶属于安徽省合肥市的肥东县，分别与巢湖市、滁州市的南桥区、全椒县和定远县，在2181.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91.6万人口，达到了75.87%的城镇化率。境内的巢湖是我国5大淡水湖之一，还有着被称为北九华的滹沱山。肥东县在2024年的 GDP 已达922.5亿元，人均 GDP 更是首次突破10万元，达10.11万元。隶属于安徽省合肥市下辖县的肥西县，其境内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位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在这片面积为1695.4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100.5万人口。肥西县的名字的由来是因为地处合肥的西部，另外这里的交通非常便捷，不仅有坐落于其西北部的4亿级合肥新桥国际机场，还有穿前而过的合安高铁以及合九、宁西、合武铁路。2023年肥西县的 GDP 达1153.82亿元，人均 GDP 也达到了13.43万元。隶属于安徽省合肥市下辖县的长丰县，这里的地貌是典型的侵蚀平原，地势起伏较大。在这片面积为184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83.3万人口，城镇化率更是达到了66.23%。长丰县因为地处江淮要冲，所以有着淮右晋侯、江东平地的称号。长丰县2024年的 GDP 达到1038.64亿元，同比增长了10.6%。这3个县都已被纳入合肥市的主城区规划中，未来可能会通过撤县设区的方式，进一步融入合肥市的城区，助力大合肥都市圈的发展。隶属于安徽省合肥市下辖县的庐江县，分别与巢湖市、无为市、从阳市、桐城市、舒城县以及肥西县接壤，还毗邻巢湖与长江2大水域。此县的东西最长可达52千米，南北相距也有62千米。在这片面积为2343.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88.4万人口，城镇化率也达到了60.72%。庐江县有着东丘、南岗、西山、北隅的称号，所以其地势为西南高东北低，另外还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目前已经探明了20个矿种，如铜矿、铁矿、金矿、锌矿以及银矿等。2024年的庐江县生产总值达731.1亿元，同比增长3.5%。作为合肥市南部副中心的庐江县，如果它的经济与城区联系紧密，未来也可能会进行逐步调整。2. 将被优化市辖区布局的沿江县市。隶属于安徽省下辖县级市的无为市，目前是被芜湖市进行代管的，正处于长江下游的北岸区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在这片面积为202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82.7万人口，其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形大体可分为平原区和低山丘陵区。另外，这里的风景名胜众多，包括红色山水间风景区、天景山国家森林公园、西九华寺、博山洞风景区、三公山旅游景区和米公祠等。无为市在2024年的 GDP 为710.19亿元，同比增长5.7%。
无为市原先是隶属于巢湖市，在2019年被划归为芜湖市。若芜湖市在未来推进跨江发展，那么作为县级市的无为市可能面临着部分区域被设为芜湖市的区。隶属于安徽省马鞍县市下辖县的含山县，分别与马鞍山市的和县、巢湖市、芜湖市的无为市以及滁州市的全椒县接壤，地处长江中下游的北岸。在这片面积为102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34万人口。这里的生态非常优美，拥有众多的旅游景点，如被列为国家4A 级风景区的包禅山和太湖山。含山县2024年的 GDP 为320.35亿元，人均 GDP 在9.44万元左右。隶属于安徽省马鞍山市下辖县的和县，地处长江下游的北岸，其东北部更是与江苏省的省会南京市仅有一桥之隔。在这片面积为131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53.39万人口。和县有着众多的历史文化遗址，如和县猿人、霸王祠、天门山、陋室等。另外，它的 GDP 在2024年达423.79亿元，同比增长 7.1%。在南京都市圈的规划中，这两个县与马鞍山的主城区联动紧密，未来可能会通过区划调整增强一体化。中巴孟峰会刚结束，巴基斯坦网友直呼新铁三角，印度为何酸了？中巴孟三国首次携手召开会议，在昆明圆满落幕。会议结束后，三方立即宣布将全面深化合作，涵盖安全、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巴基斯坦的媒体今日巴基斯坦热情洋溢地称之为历史性的战略联盟。然而，邻国印度的媒体对此反应激烈，他们明显感到不安，酸言酸语的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但三国的联合声明也明确表示，他们的合作是基于多边主义和开放区域主义的真正实践，绝无结盟针对任何一方。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国。巴基斯坦是一个坐落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国家，国土面积达796095平方公里，孕育了约 2.4 亿人口。该国地理位置优越，西接伊朗，西北与阿富汗为邻，东北部紧邻我国，东面和印度接壤，南部则毗邻阿拉伯海，海岸线长达980千米。巴基斯坦地形多样，2/3的区域被山地和丘陵所覆盖。在南部的沿海地区，部分区域散布着沙漠。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喜马拉雅山、新都库什山以及喀喇昆仑山这3座举世闻名的山脉横贯该国西北部。其中，乔戈里峰海拔8611米，是巴基斯坦的最高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此展现得淋漓尽致。巴基斯坦的地理位置十分独特，它成为中东、南亚以及中亚地区的重要连接点，尤其是瓜达尔港。这一中亚通往印度洋的关键通道备受世界关注。瓜达尔港是巴基斯坦的主要海港之一，位于阿曼湾附近，是红海航线的必经之地，也是进出印度洋的通道之一。在此基础上，我国发展了中巴经济走廊项目，这一长达3000千米的走廊贯穿巴基斯坦直至我国新疆喀什。此走廊的建设旨在促进中巴两国的互联互通，不仅对我国西南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还为我国构建印度洋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中巴经济走廊还与中东及中亚地区建立了紧密联系，使我国在能源方面更加安全可靠。孟加拉国坐落于南亚次大陆的东北隅，其疆域以南与孟加拉湾紧密相邻，东南端则与缅甸接壤，而大部分国土则被印度环抱。该国面积约为 14.76 万平方公里，位于布拉马普特拉河与恒河冲积而成的辽阔三角洲之上，境内地势平坦开阔，拥有长达550公里的海岸线，其人口约 1.72 亿。虽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孟加拉族依旧是其境内的主要民族。2. 中巴孟联手共谋发展，印度却真酸了。这次的三国峰会可谓是意义非凡，中巴孟三方达成了共识，在产业、贸易、海洋、水资源、气候变化等12个领域开展深入合作，并且特别设立了工作组来具体执行这一共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水资源合作项目，这一举措让印度感到十分紧张。印度一直视南亚为自己势力范围，然而中巴孟三方的联手在水资源分配和跨境河流管理等方面绕过了印度，使得莫迪政府感到坐立不安。
更让印度感到不适的是，这次三国合作还涉及到了经济走廊的建设。中巴经济走廊2期已经启动，重点发展新能源和数字化基础设施，而孟加拉国也在积极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发展。印度虽然参与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讨论，但其态度模糊，既想借助中国的便利，又担心被边缘化。这次三国组团行动让印度突然发现自己在这个区域合作框架内成了旁观者。印度外交部的反应也引人注目，峰会刚结束，他们就发表声明，指责中巴孟三国的合作破坏了地区平衡，甚至搬出价值观外交来进行施压。然而明眼人都知道，印度真正担心的是自己在南亚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因为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都是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三国联手后，印度在南亚的影响力确实被削弱了不少。印度不仅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试图在南海问题上牵制中国，还在中印边境增兵，试图通过军事威慑来缓解国内压力。然而这些举动似乎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反而让印度在国际社会上显得更加孤立。印度所展现的战略忧虑凸显了此次峰会的重要性。此峰会不仅象征着南亚力量分散、多元决策时代的来临，更以发展为导向，摒弃了零和博弈的旧观念。昆明峰会通过平等协商替代了单边主导的模式，为南亚铺就了一条共同繁荣的新道路，有望成为地区稳定的强大支撑。伊朗的3处核设施被美国精准轰炸，后果究竟有多严重？美国终于采取了行动，向伊朗投掷了威力强大的掩体炸弹，并发射了战斧导弹。在2025年6月21号的全国演讲中，美国发出强烈警告，若伊朗不识时务、不思和平，其重要的核设施将遭受毁灭性打击。若伊朗无法实现和平，美方将毫不犹豫地攻击更多目标。然而，这场猛烈的轰炸或许并不能如美方所愿，也未必能迫使伊朗屈服，反而可能引爆中东地区的新一轮动荡。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美国下场打击伊朗。美军空袭前夕，以色列与伊朗的战火已燃烧数日，战场上尸横遍野，惨烈景象令人痛心。以色列方面高举核威慑的大旗，声称伊朗发展核武器对地区和平构成严重威胁。没想到伊朗方面坚决不退让，坚持其核计划仅用于和平目的。当美国突然发动攻击时，连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的专家也察觉到，这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策略。特朗普的言辞似乎为德黑兰留下了一线希望，意图通过炮火迫使伊朗走向谈判桌。如今伊朗已经看清和谈的实质，他们深知妥协的结果只能是国家逐步走向灭亡。此次美军的空袭正好触碰到伊朗的底线，进一步激发了伊朗人民的反抗决心。伊朗既不会坐以待毙，也不会让美军轻易撤退，这场战争将被拖入漫长的持久战中，而伊朗手中握有王牌，随时准备出击。此前胡塞武装已明确表示，若美国对伊朗发动攻击，他们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红海上的美国舰船将面临巨大的安全风险，中东这片土地早已充满了火星和引线，一旦伊朗决定破釜沉舟，霍尔木兹海峡恐怕就陷入一片火海。届时美国在中东的所有利益，从使馆到军港再到基地，都将被卷入这场全民的怒火之中。此外，美国在轰炸后发出警告，若伊朗不停止战争，将面临更大的打击。面对这样的威胁，伊朗能否忍气吞声地接受？若伊朗决定报复，他们拥有多种策略，尤其是针对那些驻扎在伊拉克、叙利亚的美军基地，他们将成为伊朗的明确目标。美国的行动不仅破坏了和平解决冲突的谈判进程，还让全球能源市场陷入动荡。伊朗核设施遭袭可能会引发核泄漏和扩散危机，同时对原油供应链造成严重干扰。中东的油路本就脆弱，如今的一场风波引发了千层浪，市场情绪急剧热化。这一切都预示着中东地区的未来将充满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挑战。2. 美国打击伊朗3处核设施会产生哪些后果？德黑兰核研究中心、帕尔钦军事基地、伯纳波核能源研究中心、阿拉克重水反应堆、福尔多铀浓缩厂、纳坦兹核设施、伊斯法罕核中心、阿巴斯油矿以及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目前主要的核设施。6月21号下午，美国通过社交媒体发帖称，我们成功打击了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3处伊朗核设施，所有战机均安全撤离伊朗领空。美国的目标是摧毁伊朗核能力。
以色列近期袭击的主要目标也正是福尔多铀浓缩厂、纳坦兹核设施和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这3座被认为是伊朗最关键的核设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在对福尔道核设施的袭击中投下6枚钻地弹，向其他核设施发射了30枚战斧导弹。在得知美国对伊朗核设施发动袭击后，伊朗国家电视的一位负责人在直播中透露，伊朗已提前对3个关键核设施进行了人员疏散和材料转移，预计美方行动并未造成严重破坏。首先，在地区安全方面，这一行动导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急剧升级，可能引发军事对抗的进一步扩大。伊朗可能会采取报复措施，针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或以色列地区打击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面临封锁威胁。冲击依赖石油出口的中东国家，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后也会影响全球原油供应，导致国际油价飙升，影响全球经济，尤其是依赖石油进口的国家。其次，福尔多铀浓缩厂在地下90米处储存着剧毒的6氟化铀，一旦与水接触便会生成氟化氢，会导致方圆数百公里成为无人区，农业渔业遭受持续性破坏。纳坦兹铀浓缩设施曾遭受以色列的空袭，导致大量离心机受损，有报告指出存在局部放射性污染，此次攻击可能加剧泄漏风险。此外，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的铀转化设施也遭破坏，虽然尚未发生放射性泄漏，但6氟化铀加工环节的损毁仍具有潜在的毒性危害。趁着与中国交好，越南在南海疯狂填岛，以打造多艘不沉航母。近2年，越南正在南海闷头推进非法岛屿建设，悄然间已有5座岛礁的飞机跑道初具规模，长度甚至延伸到2到3千米，足以支持大型战机和运输机的起降。可想而知，越南不惜重金在南海填海造陆，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利益追求。他们正致力于争夺南海丰富的海洋资源和矿产资源。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越南在南海海域疯狂填岛。越南占据我国南海岛礁的数量足足有29个，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越南从未有停止在南海非法填岛的想法。起初，由于设备陈旧，只能采取最原始的人力搬运方式，效率低下，稍有风浪便可能功亏一篑。但自2-3年前越南引进多艘欧洲先进挖泥船后，造岛进程得以飞速发展，速度呈指数级增长，大大提升了工程效率。即便面对恶劣天气，也能迅速恢复作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越南在南海的造岛面积已经达到了 9.55 平方公里，几乎是我国在南海造岛面积的一半。其中百礁、红修礁、毕生礁、大岘礁现在的面积已经变成了南海的第4至第7大岛。从卫星图像上的显示可以看出，在百礁、毕生礁、日吉礁、吴聂礁以及奈罗礁这5座越南非法侵占的岛礁上，已经出现了飞机跑道，其长度更是达到了2000米至3000米。这些岛礁一旦吹填成功，将成为海上的固定军事节点，覆盖中方航线，压缩中方活动空间。日前，西方商业卫星拍摄到越南在南沙群岛郑和群礁非法占据的红修岛。在悄无声息的3年多时间里，越南当局利用从荷兰进口的专业吹填船只，完成了规模宏大的填海造陆工程。自2022年起，他们将原本面积仅有 0.08 平方公里的细长小岛，通过大规模的工程扩展，使其面积增加了数倍，最终达到了 0.6 平方公里。这一成就甚至超过了同样位于郑和群礁由台湾当局控制的太平岛。从卫星照片来看，越南当局在红修岛上修建了规模可观的港口和机场，修建了人工细湖，为越南船只提供避风港，在台风等恶劣天气中保障安全。从越南的填海造地工程中看到，红修岛足以容纳越南海军从俄罗斯引进的猎豹级导弹护卫舰的停靠，并具备直升机起降能力。此外，该地还增设了雷达和其他先进设施，显示出越南对红修岛填海造陆的重视，明显是打算将它作为争夺南海利益的桥头堡。要知道，我国仁爱礁就在越南非法占据的红修岛隔壁，2个小岛礁的距离仅隔了170公里，这就表明了越南从红修岛抵达我国仁爱礁仅需要几个小时，如果用直升机的速度会更快。足以看出它对我国的威胁不容小觑。2. 同床异梦，貌合神离。
2023年的时候，日基礁、吴聂礁、奈罗礁等岛礁上有越南工程队在悄悄施工，供机场跑道使用的沙洲平台也正在逐步铺设，跑道长度是运输机起降的标准距离，可达3公里。已临近完工的百礁可能会成为南沙的第2个完整空军基地。越南构建起以南威岛、红马岛为核心节点，纵深600公里的防御链条，连接越南本土海岸线。防御系统集成了雷达、卫星通讯、炮兵阵地和轻型装甲车，构建了从远至中近的全方位侦打部署。以南威岛为例，该岛占地 0.15 平方公里，设施完备，包括飞机跑道、军用码头以及众多固定建筑和炮位。岛上驻有越军部队，确保了战备值守的连续性。此外，越南还积极推进军事与民用共荣策略，不仅建设了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还实施了移民顾岛政策，以实现军事与民用的双重布局。这些非法填海而成的越南岛礁散布于不同方向，相互连接，几乎覆盖了整个南沙海域。越南正计划将这些南海岛礁建设成永久性军事基地，以实现永久占领。越南的双重态度颇具戏剧性，他们在与中国商谈自贸协议的同时，却派遣部队参加美国在菲律宾举办的反中国军事演习。他们声称保护珊瑚礁，却暗地里对南海进行填海破坏。这种在经济上依赖中国，而在军事上与美国保持紧密联系的策略，最终可能会让他们陷入险境。他们自作聪明，最终或许会跌得更加沉重。而且我国也已经不再是10年前的中国，鹰击12B 岸舰导弹在去年就已经被我国部署在了永暑岛上，其射程范围可以覆盖整个南沙群岛。